马福芳，做错了这么多事情，居然还不知悔改，当真以为我不敢休了你吗？等会，拿这笔来。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，你错怪太太了。害刘姨太的人是我，不是太太。你，君兰，刘姨太仗着自己有身孕，多次顶撞太太。太太看她怀着孩子，不跟她计较，而她变本加厉，太太一忍再忍。可是景兰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景兰以为只要把六姨太的孩子拿掉，六姨太就会敬着太太。所以，药针是我换的，害五姨太的人是我。景兰，你不要胡说。可是，景兰用的并非是王记棉布，那是太太喜欢的，我不可能做给任何人。你现在怎么说都可以了。景兰的一念之差，差点害了你。你不要乱说了。景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就不相信，你做的事二太太会不知道。景兰会让老太太相信。景兰，景兰！景兰！景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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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兰呢？景兰呢？他死了。好在这次采薇没事，碧荷也没大碍。既然现在景兰已经死了，我也不打算再将事情追究下去。你以后好自为之吧。夫妻一场，不要逼我将事情做绝。太太有什么吩咐？景兰呢？叫景兰过来！太太，出去！叫景兰过来！我只要景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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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景兰！兰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这次真是太委屈你了。你说，白白的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这次的事情是姐姐一手策划的吧？妹妹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姐姐还想瞒着我吗？景兰都已经说了，她做枕套用的并非是王记棉布。据我所知，这王记棉布不仅马复芳有，你也有。妹妹，你相信景兰的话？当她打定主意替马复芳顶罪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。既是如此，她有什么理由说谎啊？没错，是我一手策划的。你知道马复芳这个人心胸狭隘，他这个人呢，最容不得其他家眷有孕，所以他一定不会让碧荷生下这个孩子。我就派人日夜监视牡丹院。我看到他跟马秀芳来往过密，又看到马秀芳出入碧波院，我就知道他要下手了。太太，太太，做得好，赶快拿去丢掉。可是
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嫁祸给你，我只是按照计划做了一个王记棉布的枕套，然后呢，偷偷的想办法调换。秀芳揭穿了所有的事情，所有的人，包括马复芳在内，只注意到枕头内的药材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枕套。妹妹怎么了？当时马复芳嫁祸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替我解释？我、翠萍还有张妈妈，差点因为这件事情被打死。还不是因为妹妹你多事情吗？你看啊，我每一步都算计得特别清楚，可唯独偏偏漏算了你。要是你不出手救碧荷，碧荷小产成功，那今天即使有10个锦兰为马复芳顶罪，也救不了她的。所以，我就只能任由马复芳来陷害你，以此来加重她的罪名。可是没想到，还是不能让二爷对他下狠心。是你破坏了一切。翠萍，你们先出去。姐姐，你眼睁睁地看着马复芳害碧荷的孩子，如果碧荷真的小产了，就算你不是主谋，你也是帮凶。要如果没有我的话，你现在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呢。妹妹，你看哦，这个就是现实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可不管怎么说，孩子又何其无辜？那我的冬儿又何其无辜呢？我在摇篮里把我的冬儿抱起来，我就看着她的脸，由红转白，由白转青。她先是大哭，后来哭不动了，她就只能瞪着一双眼泪汪汪的大眼睛，她就和你我疼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救碧荷？你以为我不恨她，我不怨她吗？有些时候，我恨不得她立刻死在我面前。可是当我看着她在我面前疼得脸色发白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来我当时小产的时候，我怎么会不理解那种痛苦？就像是有一只手把孩子从我身上生拉硬拽地扯下来。几个月后，他明明可以长成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，可结果呢？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变成一滩血水。那个时候，我恨不得自己就跟孩子去了。姐姐，我们都是曾经失去过的人，我们怎么能忍心去伤害那些无辜的小生命呢？害死孩子，难道姐姐就会开心吗？啊！可至少我解脱了，至少我为我的冬儿报仇了，至少我的冬儿可以安息了。可这一切都被你毁了。经过这一次，他没有了戒心，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姐姐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马复芳得到应有的报应。但是，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双手也沾满鲜血？血债当然要用血来偿。不过黄采薇，我不相信你了，我再也不会相信你。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，但是
你千万不要来破坏我的事，要不然你就是我的敌人。到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怪我不念及姐妹情分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走开！怎么了？又疼了？没事。都是我没用，居然让你伤得这么重。我真的没事，倒是碧荷的孩子总算是保住了。我本以为你会讨厌那个孩子，可那毕竟也是你的孩子啊。你打算怎么处置太太呢？锦兰虽然死了，但太太不见得就是无辜的。为了避免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还是要小心提防一点比较好。我知道，福芳和我成亲5年，在这5年内，她一直帮我料理内宅，从未有过懈怠。而我，从未将感情放在她身上，说起来，也亏欠她不少。现在景兰已经死了，我不忍再去追究，终究要给她留些颜面。哦，对了，我打算将这内宅的管家之权分给你一半，你也好帮我多看着她些。可你为什么不交给梅香姐姐呢？家里的事情，她比我更清楚啊。一来她有明月要照顾，二来这管家之权，与其说是管理家事，倒不如说保护自己来得更有用些。二爷，二爷，你不能进去！二爷，二爷，什么事？进来吧。二爷，五姨太。怎么了？二爷，六姨太又不舒服了，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，肚子还隐隐作痛。六姨太一直喊着二爷。既然碧荷不舒服，不舒服就请大夫。我又不是大夫，去了又有什么用？你回去告诉六姨太，说我有时间自然会去看她。平时要是没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不要像现在这样冒冒失失的闯到别人的院子里来。我的话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那你回去好好照顾六姨太吧。是。回去可要好好照顾你的六姨太哦。你怎么突然之间？之前因为碧荷怀孕，让我太过惊喜，却忘了顾及你们的感受。是因为我的纵容，才让碧荷的言行越来越过分。这样不仅对你们不公平，对她、对孩子也不好。采薇，我知道这段时间冷落你了。我成亲这么多年，有几房姨太太，却只有明月这么一个孩子。每次有人怀孕，带给我希望，到最后都是以失望而终。我承认，碧荷的孩子让我很惊喜，可是我不能因为这个孩子就乱了规矩，更不能因此纵容碧荷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什么？二爷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？嗯。没想到这件事最后竟会演变成这样，既没让六姨太小产，也没让五姨太被赶出去，反而是二太太因此而失宠。
真是一败涂地了。难道我只能任由别的女人勾引我的丈夫吗？太太，还是别再招惹那个女人了。好在这次没有牵连在大太太身上，要是再有下次，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太太，你看，狐狸精在那儿呢。吴姨太，是大太太，之前害你的人，她也有一份，你一定要小心她。太太，我们还是走吧。你看，她看我们的眼神，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似的。知道又怎么样？是他勾引我的男人，他活该。怕什么？走。我知道这次的事情你也有份，没想到你是这么心狠手辣的人，居然会对一个未出世的孩子下手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再怎么心狠，我都不会伤害人命。倒是你，黄采薇，你装出一副冰清玉洁的样子，哄得男人都宠着你，可实际上你却背着二爷勾引我的丈夫。你不要脸！我跟大爷之间清清白白的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事情，是你误会了。我才没有误会呢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如果没有你，大爷根本不会这样。黄采薇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是长房大太太，你再怎么得宠，都只是个妾室。咱们走着瞧。与其花费时间和心机做这种无谓的事情，不如好好想想该怎么跟大爷相处。你跟他之前没有相处过，他不喜欢你很正常。你既然那么想得到他的心，为什么不想想该怎么努力让他喜欢上你呢？只要有你在，他根本就不会喜欢我。如果你是这么想的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。吴姨太，我真想不明白，你干嘛对那个马秀芳说那么多啊？翠萍，怎么又不高兴了？吴姨太啊，她竟然和那个马秀芳好言好语的。按我说啊，就应该好好想想怎么样对付她，就像对付碧荷和秋玲那样。对这种人啊，就应该毫不留情。翠萍，我知道你其实是在为我抱不平，可是你想想看。马秀芳对我的恨只不过是一个误会，除了这个误会，她还有什么必要与我为敌呢？我的敌人已经够多的了，我现在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花心思去揣测别人的心意，所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就不会再为自己树敌。而且马秀芳并非是那种心机深沉的女人，她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受到了马福芳的指使和蛊惑。其实说白了，她就是马国安的一颗棋子，一个得不到丈夫疼爱的可怜女人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想为难她的。翠萍，萧姐说的对呀。吴姨太，你就是太会为人着想，太好心了，所以才一直被人欺负。有时候吧，我也会有想要报复的欲望，可我又时时提醒自己，我是黄景文的女儿，我绝对不可以让爹失望。将来在九泉之下相遇，我要问心无愧地去面对爹。你瞧瞧你，气色这么差。景兰的死，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，可是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呀。在这白家，景兰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如今她不在了，我觉得我就是孤零零一个人。景兰这孩子，我没看错，是一个忠心的孩子。你放心，他的后事我一定会办好的。可如今，你身边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人，要不要娘再送你一个？不用了，跟着我的丫头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我觉得我迟早会有报应的。不许这么说，要报应就报应在娘的身上。娘，我心里好苦，二爷不会再原谅我了。他让采薇分走了我一半的权利，
我这当家太太已经形同虚设，或许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被取代。好孩子，你还有娘，娘不会不管你的。可是现在有件事我必须要做，那个害死景兰的人，我不会让他好过。这马福芳还真是命大，竟然有景兰替他抵命，害得我功亏一篑。春晓，是，既然替我看进牡丹院，我就不信老天爷会永远站在马福芳这边。二姨太，那是太太身边的青儿。青儿，这天色这么晚了，她鬼鬼祟祟的要去哪儿啊？春晓，二姨太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我偷偷去请个大夫吧。不用，太太都对您下毒手了，咱们为什么不请二爷来做主呢？我骗我去的，二爷怎么信我呀？我没有十足把握能办到马福芳的时候，我就只有忍受着。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娘没事，明月不用担心的。明月陪着娘，娘就好了。那明月亲娘一下，娘就好了。太太来了。春晓，春晓，小姐来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在发烧呢。没想没事，只是昨夜受了点风寒。谢谢太太关心。那就好。哎呀，哪个下人管不住嘴？说是妹妹落了水了。妹妹身子弱，如今夜深路更重了，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要乱逛，凭空染了寒气，而且脚下又不知深浅，万一摔伤了，就更危险了。是，太太说的是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差点忘了，妹妹，你如今身体不适，我身为明月的大娘，理应将明月带到身边，好好照料。婆子，
是个调养的好地方，妹妹可以安心的待着，好好养病。太太，把明月还给我！太太，把明月还给我！这个很好吃的，明月多吃点，来。好吃吗？明月真乖。来。明月好乖啊。明月。爹。二爷。爹。明月。将小姐抱下。明月乖。你又在搞什么鬼？为什么要将明月从梅香那里抢走？就因为梅香拆穿你陷害碧荷，你就用这种方法来报复她？抢走？报复？二爷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身为明月的嫡母，想和女儿亲近一段日子，有什么错？没错，你是明月的嫡母，你想和明月亲近，没有人拦着你。那你大可以到梅香院去探望她，为什么要把她带到你的牡丹院？父王，明月现在还小，还需要她的亲生母亲来照顾。何况你，又从来没有照顾过孩子。原来二爷这是在指责我没有为你生下一儿半女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无论是谁，也不能让人家母女分离，即使你是大太太也不可以。其实我也是一片好心，梅香此次突然重病，我想她病中是不方便照顾明月的。二爷，放眼整个后院，采薇重伤，碧荷怀孕，谁还能替梅香分忧？我真没有想到，二爷居然会如此想我。好，那便是我错怪了你。只是，明月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老太太，我求求你救救明月！老太太，我求你救救明月！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我求你救救明月，从太太那里把明月救出来。你知道，太太她一向恨我，她一定不会对明月好的，老太太。明月也是你的孙女，我求你救救她，老太太。我求你了，老太太，救救她吧！好了，梅香啊，我知道你是明月的母亲，可是傅芳是正室，又是嫡母，她把孩子要过去养，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嘛。再说了，孩子到她那儿也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让我怎么去说呢？哎，这说到底呢，你不过是个妾室，这孩子要给你养，那是人情；不给你养，这也是个道理。好了好了，你就别闹了啊！没事吧？死老太婆！原来我们妾室在她眼里都只是生养的工具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就让小姐待在太太身边？太太根本没有安好心，一定不会好好对待小姐的。老太太，您原来不是帮着梅香和碧荷打压太太吗？怎么现在又帮着太太打压碧荷呢？老太太，我都看不懂了。我谁都不帮，也谁都要帮，关键的时候点火加柴，
让他们去斗。他们斗得越凶，钱生花在内宅的心思也就越多，他自然就没有时间去打扰钱锋了。钱锋现在刚回药厂，正是要大干的时候，我绝对不能让钱生去打搅钱锋。老太太，大爷在马老爷的暗中帮助下，已经做成了几笔大生意了。这药厂上下呀，对他改观不少了。不过，梅香可不是省油的灯啊，她绝对不甘心就这么失去孩子。哼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求太太，求太太放过明月。你到这个时候才来求我，看来你已经求过老太太和二爷了。可他们都没有答应帮你，原因无他。我是妻，你是妾，就凭这一点，我永远都踩着你。太太误会梅香了，太太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梅香知道错了，求太太原谅。误会？你当我傻吗？景兰临死的时候说得很清楚，她根本就没用王记棉布做枕套，那个棉布枕套是你嫁祸给我的。你曾经管家，这件事也只有你自己做得到。太太，你错怪梅香了。景兰是你害死的，你觉得我会轻易放过你吗？我要毁了你最在意的人，我要你痛彻心扉。你要是敢伤害明月的我，二爷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谁说我要亲自动手？明月或许不小心掉下了池塘，又或许不小心摔断了腿。我只不过是大意照顾不周，二爷能怎样不放过我？难道二爷会杀了我？是梅香错了，太太，你可以惩罚梅香，你可以惩罚梅香，但是太太，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明月。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梅香只是妒忌，梅香只是妒忌太太的地位。梅香恨太太夺走了我的管家之权，我只是想报复，我只是想报复太太。但是梅香知道错了，梅香知道错了，梅香自不量力，梅香再也不敢了。我认输，太太，我认输，太太，我认输，太太。只要你以后乖乖的，明月就会平安无事。否则，滚出去！二姨太，二姨太，
怎么来了？我已经听说明月的事情了。妹妹，你是想来看我的笑话的吧？你一定在想，是我自己一意孤行，是我自己不好，才造成这个局面，是我自己害了明月。姐姐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怎么会不理解你心中的痛？采薇，采薇，姐姐，采薇，我的明月，我的明月就是我害的，是我害的。采薇，要是明月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一定不活了。姐姐，你先别急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或许我有办法让马复芳把明月还给你。采薇，你愿意帮我？只是明月或多或少都要吃一些苦头。没有关系的，采薇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采薇，我求你，我求你一定要帮我，一定要帮我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听你的，我都听你的。谢谢你，采薇，谢谢你帮我，采薇，谢谢。香莲，太太，看看小姐出汗没有，别让她凉着了。好的。我原本以为姐姐带明月回来是要给梅香一点颜色瞧瞧，没想到姐姐这么关心明月。我之前还不觉得，这几天和她相处下来，发现她还是挺可爱的。不过4、5岁的年纪，竟然会背很多唐诗了。虽然很想回到亲娘身边，却从不敢吵闹。看着我的目光总是怯怯的，大娘大娘的叫着，就好像小猫一样。如果我也有一个孩子该多好，生活就肯定会快活很多。厨房的食材问题，大家要好好抓一下。还有西厢房西南角的瓦片有一些漏雨，一会儿王妈妈你带几个家丁去修补一下。还有倪妈妈，你一会儿带几个丫鬟去把大厅的青花瓷全部都清洗一下。过几天李太太还有她的儿子要来家里做客。大家先去忙吧。是。采薇，我想问你，你当初是如何让钱枫喜欢上你的？我爹就把我嫁给了他的弟弟。上花轿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在他弟弟身上会有他的影子吗？三姨太得的是痨病。那是传染的。秋莲，你不要怕，我会尽全力治好你。二爷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，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长
草碧连天，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长堤外古道边，寻梦的人路遥远，只为那一朝芳草碧连天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我相信一切有峰回路转。苦与乐弹指间，就算千里是烽烟，只为那